阿爹，阿爹，阿爹，苏姨娘这不就能陪你一辈子，你也不用娶她，来给你。鬼啊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！我叫许强渊，是这长安城无人敢娶的女罗刹。裴将军副将的遗孤啊！您就算再容不下我，也不能害这为国捐躯将士的骨血啊！你说我推你？是您，方才只有您离我最近，您定是极恨裴将军照顾我，才下此毒手。找大夫来瞧瞧，落胎没？没有，就滚到落胎为止好了。你怎能如此恶毒？裴将军知道不会放过你的。恶毒，比起你自导自演污我清誉，我这叫以牙还牙。你们都看到了，他就是这么欺负我一个寡妇。我夫君是为了救裴将军才死的，你们就眼睁睁看着吗？是啊，谁敢管？他外祖父是镇国公，哥哥是首辅，他娘还是本朝唯一的女将军，诰命在身，皇上都礼让3分。前几日听裴文轩说，你的舞姿在塞外艳绝一方，夜半3更也曾请他赏鉴。今日我这暖宴正缺个好节目，你不如穿上这双鞋，去冰殿上跳支冰溪舞，给大家助兴。我不跳，裴大人大部分只是要我的被子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他答应你，关我屁事。要穿上舞衣曲，还是血溅当场？今日的梅花是白了，用你的血染红，想必更艳。你这女罗刹的名头看来是坐实了，不过本宫喜欢。他真以为裴文泽会为他撑腰？他若会，那便连他一块不要。这么狠，因为我知天命，我若不狠，下场好不了。10年前，我爹从战场上带来了一名医女，这名医女为了上位，给我下毒，害死了我生母。好在我能看透天命，先一步下手。娘，糟糕，苏姨娘给的有毒。封锁偏院，绑那医女来，搜身。夫人，冤枉，冤枉啊！百日哭，好毒的心肠。我要见老爷。不必了。渊渊，别怕，我不怕，我要把它做成灯笼送给阿爹，他就不敢娶小娘了。不愧绛江虎女，不过别脏了手，娘让他人做，你去送。好。阿爹，阿爹，阿爹，苏姨娘这不就能陪你一辈子，你也不用娶她，来给你。鬼啊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别找我！柔娘，我害了你！赵文昌，你敢动我女儿！夫人息怒，我糊涂了。苏氏下毒，死有余辜，死得好。渊渊，爹吓到你了。阿爹喜欢就好，苏姨娘天天陪阿爹。渊渊，跟娘睡。第一个解决了，天命，我改给你看。女侠饶命，是赵世安公子指使的，他说给您点教训。赵世安，苏雅柔之子，这次找人侮辱你，只是想要给你一点点小小的教训。原来是我那爹和灯笼姨娘的儿子过来报仇的。妙了，跟我那爹一个德行。啊！我的，扔进宫里去，给皇上添个得力奴才。是，小姐。
老爷，赵世安被小姐送进宫里做太监了。跪下，对着列祖列宗认错。我没错，为何要跪？你当街毁人一生，还不知错？我今天就教你怎么做人。赵文长怀恨在心，此后专注仕途，官至太师。他将检举郑国公府谋逆，许家满门死于流放路。别装了，那是你的外世子，你恨我，断了他传宗接代的能力，在你心里，女儿不是你的根。这不要了！早知道你会害死他们母子，你出生那天我就该掐死你！你敢伤安儿，断我赵家香火，你该死！走水了，阿爹还在里面，快救人啊！父亲葬身火海，我随母归宗，改姓许。此后，灾星罗刹鬼的名声很快传遍京都，无人敢惹。那预示命运的天命，自祠堂大火那一夜起，再没有出现过。裴大人，救救我跟孩子！这是你的专属之位，不可给旁人。我都舍不得穿，何况给旁人？把他放下。渊渊，收起戾气。周启之为我而死，朱青青怀有身孕，你竟让她在冰湖上跳舞，是想害她落胎，还是要她的命？若我说，我都要呢。裴大人，放我下来吧，别为我与夫人起嫌隙。我这条贱命，下黄泉一家团聚也好，反正我的脚也废了。到底为何事动此干火？今日有人从身后推我滚下长梯，我落地，只见夫人一时失言，质问夫人为何推我，夫人便罚我穿插满银针的鞋跳舞。简直胡闹！我以为是就为区区小事，区区小事，我被冤枉，也是小事吗？看看他到底落胎没？我不看出这胎，不落也得落。启之已死，我若保不住他的孩子，宁愿一死。先看看你的脚。看看他的脚。裴文轩，你要帮他与我作对。渊渊，你何必同个一无所有的孤女计较？让开！我要和离。就为这种小事？是。你今日若非要救他，便同我和离。我不和离，这辈子都不会同你和离，但我也要救他。这算我替他给你赔罪，满意了。合不合离，可不是你一人说了算。许姑娘，皇上正在殿内议事，您且候着。你连通报都未通报，便说皇上不肯召见。皇上传您进去。你搬出镇国公的名号求见朕，所谓何事？请皇上赐臣女一道和离旨意。为何？他心不纯，臣女不想要了。你倒是心气高，男人三妻四妾，本是常理。裴卿6年未有妾室通访，你无所出，他未以七出之章休你，你便竟还不知足。他不过照顾烈士遗孀，朕若给你这道旨意，岂不是自打当年赐婚的脸？景宗帝对许家早就不满，加上赵世安吹枕边风，今日你执意和离，彻底点燃他心头火。他早已放权裴文轩，暗中扶持，用以对抗镇国公的精灵卫。他正布局给许家安结党营私，谋逆造反。镇国公60大寿时下药，抓捕许家全族入狱。后景宗帝以抵御外敌为名，支开裴文轩，许家男丁超斩，女眷充为营妓，兵权金银地器房器尽归国库。许强渊将被赵世安带数十太监凌辱，其母杀穿半个军营，最终万箭穿心。裴文轩悼念亡妻，一夜白头，辞官归乡，终生未娶。皇上所言极是，是臣女不识趣，知错便好。臣女告退。小姐，是回裴府还是回国公府？都不去，去长公主府。小姐，这既然当今圣上给不了这道旨意，
那就换个能给的来当皇上。你怎么有空到本宫这儿来？莫不是真同你夫君散了，来本宫这儿寻新的如意郎君？都站好，给许姑娘好好瞧瞧。让他们都退下。你想不想当皇上？你疯了！没有，你头确实有点烫，烧得说胡话，本宫就当没听到，给你叫个大夫。长公主，你真要一辈子装成荒淫无度的样子度日？今日到底何事，让你如此大逆不道？我要和离圣旨，皇上不给我，就为这事儿？你知我的，我受不得半分委屈，你甘心吗？他配得上你的人心吗？锦堂，不甘心。归国后，母妃只照看我们2年，便病逝。死前让我好好照顾她，我对仍有怨气未消。助她登临帝位后，她第一件事便是送我去突厥和亲。为了百姓不生灵涂炭，求阿姐答应。和亲后，我被达格可汗折磨5年，等他老死，怀有身孕的我好不容易要熬出头，他又借我的名义颠簸归国途中，我流产了。这5年来，他是愧疚，还是看我沉迷男色，才没出手要我的命？许强渊，我艳羡你，敢爱敢恨，对最亲的人也不手软，又有母族为后盾，可恣意妄为。可本宫没有一点行差踏错的机会。从今往后，我的母族也是你的后盾。我祝你走这条青云路。至于我就想当个嚣张跋扈、无人敢欺的女罗刹，女帝什么的太麻烦。实在洒脱，我羡慕你，敬佩你。这事儿成是青云路，不成可就是黄泉路。除了和离旨意，你还要什么？我要许家所有人，只要长公主在位，就无性命之忧。再给我家赏个10几20件黄马褂，或免死金牌，还有免了我的跪拜。我这人天生跪不得，膝盖太硬。这实在是天底下最划算的买卖。要是萧景逸知道他只是因为不肯给一封和离旨丢了皇位，会不会被活活气死？相信长公主，很快就会知道答案。渊渊，别再因外人同我置气。他的腿差点就废了，还让我别责怪你。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个会无缘无故伤人的人。何况做我的郎君，我就是真杀人，他也得给我递刀擦手，说杀得好，说别让血迹脏了我的手。他已经说了是误会，你非得抓着不放，还特意助攻，请旨和离。我都不同你计较，还特意等你归来，你是不是骄纵过头？别忘了，这些年你都未有身孕，我早教就可以休妻，纳妾我都没罪，你到底有何不满？他的嘴脸，仿佛不纳妾对我已是天大的恩赐，跟景宗帝同一副嘴脸。所有男人都觉得对婚姻忠诚就是恩赐，可这婚事是他弱冠之年攻下20座城池，亲自求来的赐婚，是他吃草根树皮，以3万将士迎敌10万敌军，打了一次又一次殊死之战求来的，是他亲口跟我娘承诺，此生唯我一妻，绝不纳妾。我没逼你，我也没纳妾，可你的心变了。子虚乌有。我见过他全心全意爱我的样子，知道这段日子来他有变化，或许不是因为朱青青，是我看到天命中萧景逸暗中重用他，他生了不一样的心思。他不纳妾，是因为当年娶我的承诺，还是惧于我家的权势？我不敢赌。将军，朱小姐动了胎气，请大夫过去就好，让下人报告情况。你为何这么冷血？
直到今日，我被朱青青冤枉，他竟说是小事。小姐，朱姑娘如今可任意处府中所有地方，连书房都……随她去，她真是太愚蠢，我可没心思管她，得配合长公主铺路。萧景烨根本不配为帝。国库空虚，朕有何法？如今皇帝昏贵无能，德不配位，早就该退位让贤。皇帝盖路池，百姓饿肚皮，公主施粥米，救活我和你。反了，都反了！萧锦堂，朕的好皇姐，你是要学武则天吗？皇上息怒，长公主这些年广纳面首，荒淫无度，如今又收买民心，其心可诛啊！他以为躲在公主府里，朕就动不了他。传旨，宣长公主即刻进宫。奴才遵旨。祥渊，我此去怕是凶多吉少。他容我多年，如今总算找到名正言顺杀我的理由，怕是今夜便要动手。锦堂放心，我今夜就带重兵从北门杀进宫里，定不会让人伤你分毫。逼他写退位诏书，给你让位。那便祝我们今夜得胜，再无人可欺。上次见他穿成这样，是刚得胜归来，骑着黑马，穿着白衣，赶来我家下聘。那年他是京都无数女子想嫁的梦中婿，谁能想到再见，我们会是兵戎相见。渊渊，回去。那我家里的人呢？皇上已知道你们今夜会燃东门大火，将禁卫军吸引过去，从北门攻入的计划。皇上会看在我的面子，不追究你的过错。谋反是死罪，你自然是要写同他们的断亲书。萧锦义暴政暴行，情竹难书，不配为帝。我今日不会退。可她是先帝最后一子。不是，还有长公主。她只是个女子，怎么配为帝？女子比你们差在哪儿？长公主14岁便被所有祭己认定是难得一见的全才，我娘是比你打过更多胜仗的将军，外祖母比多少男子都有经商头脑。这世间有无数比男子优秀的女子，她们明珠蒙尘，不得窥光。就因为你们是男子，就天生有优势，天生高高在上。他们差的只是一个平等的机会，让他们大放异彩。今日我就让你看看，我许家的枪法比起你裴家的不差半分。我们夫妻6载，非得弄得如此，就因为一个朱青青。时至今日，你都以为我们的根基是朱青青，你可知朱青青是突厥派入我曲国的奸细？怎么可能？把人带上来。看上你，也没有我塞外男子重情守诺，我只是假意挑骚罢了。涂墨可汗，我阁有负所托。长公主说突厥皇室有黑鹰纹身，我有次在朱青青后背看到过，我对她起疑，查了周启之，她根本不能生育。你为何不早和我说？我找大夫是为测她是否真有孕，但凡你多问一句，我也会告知真相。可你说我小题大做，我也得谢谢他，让我看清了你。厚葬立场不同，他也是为他的国牺牲，值得一场风光大葬。裴文轩让开，
今夜我要进宫，无人可挡。你明知他是敌国奸细，却瞒着我。你问过我一句吗？既然是误会，我们之间更没必要和离，也没必要闹到如此地步。要的，你在朱青青的假情假意里动摇了，你竟然能认可萧景逸的所作所为，和离定了。糟了，中计！快去东门！晚了，不要管我，快去救皇上！再来！渊渊，是女子，打不过我不要逞强。闭嘴！谁说女子不如男？今日我便打得你跪下！比起你这个京都第一枪神，我的枪法如何？两门已破，放信号。绑了，好生看管。他知道落到今日下场是因为没给我一封和离诏书，是什么表情？气吐血了。我没想到，当年那匹马发狂，都是因为他为了巴斗，就因为我样样比他强。那他死的不冤，要鞭尸吗？看在母妃的份上，挫骨扬灰算了。臣死谏，新智简直是一派胡言，否极司臣，国将不国。臣请从旁支过义子弟重新立地，一介女子怎配为帝？安心的去吧。丞相死谏，得偿所愿，正好可以考虑换个女相。还有谁想下去作陪？当朝杀人，还有王法吗？王法，我有黄马褂，还有一件免死金牌，要看吗？不说多的，再杀个10几20个不是问题。女帝英明，新智利国利民，臣等拥护。还不跪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女帝英明。平身。即日起，新制推行全国，有异议者可效仿丞相，朕准他死谏。小姐，裴将军，裴大人来了，在府外求见。不见。他说已在府外跪了2个时辰。那就让他跪着。新政推行江南世家反弹，我正缺个杀鸡儆猴的靶子。他若愿意当这只鸡，我不介意。将军，宫里来人了，说是女帝有旨。镇国大将军许羌渊接旨，女帝有旨。大将军许羌渊功在社稷，才貌双全，然孑然一身，朕心甚忧，特赐婚于大将军，则京都才俊10人，供大将军遴选。钦此。在下李慕白，久仰将军威名。将军推行新政，责备万民，慕白钦佩不已。若得将军青睐，愿为将军研墨分香，打理后宅。愿与将军并肩沙场，护将军周全。将军指东，末将绝不往西。小生沈玉书，别无所长，唯家资颇丰，善经营之道。将军若娶我，沈家半数家产做嫁妆，关山越水，煮茶论道，亦可不闻不问，各自清静。小姐，这真要选啊！女帝美意，岂能辜负？许强渊，你什么意思？裴大人，将军有令，任何人不得擅闯。渊渊，我们6年夫妻情分，你如今还要当着我的面
选这些男人。裴文轩，谁准你进来的？我是你夫君。夫君，你我早已和离。女帝新政，和离书由女子签发即可。我的和离书3日前已送至你裴府，你没收到？我没签，我不认。新政明令，女子无过错提出和离，单方签署即生效，无需男子同意。裴文轩，你是在质疑女帝新政，还是觉得我许强渊离了你就不行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渊渊，我知道错了。朱青青的事是我糊涂，我不该不信你。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保证，此生绝不再有第二个女子。晚了。李公子温润，可掌中护；陈将军英武，可伴左右。难选，不如都留下。许强渊，你疯了！你把我当什么？你把婚姻当什么？我把你当什么？裴文轩，你听好了，现在是新朝，是新政，不止你们男人可以3妻4妾，女子亦可。你裴文轩是我许强渊不要了的男人，是我休弃的前夫，我想娶几个就娶几个，你管得着吗？送裴大人出去，再敢擅闯，按律法办。方才说到哪儿了？继续。听说你把裴文轩气得当场吐血，被人抬回府的。女帝消息灵通，真打算从那10个里选，还是故意气他？有区别吗？他气不气与我何干？祥渊，新政推行，江南以苏李2家为首的世家联名上书，痛斥新政颠倒阴阳，祸乱纲，暗中集结私兵，恐有异动。我需你尽快南下震慑。料到了，何时动身？5日后。此去凶险，我正愁没机会试试新制的火炮。江南风景好，用来放烟花，想必不错。你这女罗刹，那10个男子，你打算如何处置？真带南下？带上也无妨，让江南那帮老古董看看什么叫阴阳颠倒。妙，就这么办，让天下人都知道，我朝第1位镇国女大将军，不仅能打仗，能治国，还能娶夫纳士，活得比任何男人都潇洒。瞧见没？那就是许大将军，后面跟着的就是女帝赐婚让他选的夫君。我的天，真带走了4个，这成何体统？什么体统？大将军威武，凭什么男人可以3妻4妾，我们女子就不能？大将军这是给我们女子长脸。品级司臣呐，世风日下。香渊，带我一起去。裴文轩，你又发什么疯？江南世家盘根错节，私兵不容想助。我曾驻守江南3年，了解各家底细，让我跟你去，我能帮你。不必，朝廷自有能人。我知道你恨我怨我，我不求你能原谅，只求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，哪怕作为马前卒，作为普通病士。我裴文此生最后悔之事，便是伤了你，遗了你。求你，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。小姐，你想跟去？是，可以。不过我的队伍里不养闲人。你以什么身份去？夫君，你已不是下属。我麾下猛将如云，不缺你一个。看到那几辆车了吗？里面坐的是我即将过门的夫君。你若是进马跟里坐着，毕竟多你一个不多，只是这先后顺序可得排在他们后头了。你愿意吗？怎么，不愿意？那就让开，别挡道。出发！小姐，喝点水。今日行军60里，将士们士气高昂。那几位公子可还安分？李公子在马车里整理沿途见闻，说是要撰写南巡录。沈公子与云先生对弈，倒是安静。陈将军一直在马车外骑马跟着。说是不习惯坐车，闷得慌，随他们去。裴文轩呢？回京了。探子汇报，裴大人，裴文轩当日在我们走后，在原地跪到天黑才起身，之后并未回京，而是单人单远跟在我们队伍后面，已跟了3日，既不靠近也不离去。迟来深情比草贱，传令下去，加强夜间警戒。江南世家的欢迎礼，怕是快到了。
杀！取许强元首级者，赏金10000两。谁派你们来的？苏家、林家？要杀便杀！许强渊，你推行妖法，颠倒人伦，天下有志之士皆欲除你而后快，你不会有好下场。有志之士，是那些趴在百姓身上吸血的害虫吧？陈峰，绑了，带上。到了江南，我要当着苏林两家的面砍了他的头。是。小姐，我们的人伤了7个，无人阵亡。李公子他们受了惊吓，但无碍。知道了，让军医好生照料伤者，照常启程。小姐，外围巡逻的兄弟说，在林边发现3具刺客尸体，都是一枪毙命，看伤口像是裴家枪法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若真想赎罪，为何不光明正大过来？这般鬼鬼祟祟跟在后面，与我无关。睡吧，明日还要赶路。许强渊快到苏州了，还带着4个面试，简直不知廉耻！只要他敢强推新政，便让他有来无回。可他手握重兵，还有女帝撑腰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江南水陆纵横，他那些北地兵马未必施展得开。况且，我们手里还有一张牌。将军，苏家送来请帖，明日于太湖画舫设宴，为您接风。鸿门宴啊，把他带上，给苏老太爷当见面礼。小姐，太危险了！危险？我正愁没借口动手。许大将军远道而来，老夫敬您一杯。酒就免了。这人认识吗？大将军这是何意？他招了，说是你们两家派去杀我的，刺杀朝廷钦差，按律当如何？各位清楚吧。许强渊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！江南士族100年清誉，岂容你污蔑？今日这太湖便是你葬身之地。就这点人。本将军南下，岂会毫无准备？苏林两家刺杀钦差，聚众谋逆，证据确凿，给我拿下！你早有预谋。现在知道谁才是地头蛇了，全部所拿，查抄家产，充作新政之用。将军今日雷霆手段，一举震慑江南，慕白叹服。将军，那些水兵和火炮，您何时安排的？南下前，女帝便密调了东海部分水师归我调遣。至于火炮，沈公子家资雄厚，托他秘密从海外购得几门，正好试试威力。能为将军效力，欲闻之幸。小姐，江南其他几家大族都派人送来了降书和厚礼，告诉他们，3日后我要在苏州城楼公开处置苏林两家主犯，让他们都来观礼。这位小姐实在对不住，女客恕不接待，这是规矩。规矩？现在规矩改了。哎呦，瞧我这没眼力见儿的！贵客快请进，楼上雅间给您备着。小姐，不，公子里面请。那不是许大将军灭守光清楼，真是惊世骇俗！嘘，小声点，不要命了。琉璃姑娘才貌双绝，可还有哪位贵客愿为心仪的姑娘赋诗一首，拔得头筹者，可与琉璃姑娘共度良宵，并获赠姑娘亲酿的醉花云一坛。
我也有一诗赠与琉璃姑娘：非官僻爱卿模样，冷处偏家，别有根芽，不是人间富贵花。谢娘别后谁能惜？飘傍天涯，寒月悲家，万里西风瀚海沙。将军此诗道尽琉璃心声，这花魁之名，琉璃愿让与将军。不，将军才是今夜真正的魁首。花魁之名还是姑娘的，我只是觉得这楼里楼外所谓规矩，有时不过是束缚人的破布。这坛醉花阴，我收了。带着4个名号，连花魁都要血如外苏轼，犹如斯文。将军，琉璃姑娘是清歌人，只卖艺的，这价钱好说，你在外面等着。将军，琉璃虽是风尘女子，但却是清布人，只卖艺不卖身。若将军强求，琉璃唯有一死。坐下，喝酒。我对你的身子没兴趣。我问你，如果给你自由，你愿意要吗？将军莫要拿琉璃取笑。这阮红阁进来容易，出去说说看。这里哪里是人待的地方？老鸨养着我们，不过当是赚钱的牲口。不听话，不陪客，动辄打骂，关黑屋，想赎身天价，想逃，转过来便是生不如死。多少姐妹就这么没了。我们也是人，我们也想堂堂正正活着。你想堂堂正正活着，那这楼里其他想堂堂正正活着的姑娘有多少？大多都是被迫的，除了少数几个自甘堕落的。好，今晚我就给你们自由。所有人听着，阮红阁逼良为娼，虐待女子，触犯律法，现予以查封。所有姑娘到1楼集合，自愿离开者即刻恢复自由身，发放盘禁。愿指证老鸨罪实者，另有奖赏。我是许强渊，我的话刚才已说得很清楚。现在愿意离开此地自谋生路的，站到左边。陈峰，登记姓名籍贯，每人发放10两银子盘缠。将军，我们出去能做什么？家里怕是回不去了。问得好，本将军在苏州新建的女子学堂和织造工坊正缺人手。学堂可教识字、算术、女红乃至一些技艺，想学别的或自有去处，足以养活自己。真的可以吗？我们这样的人也能进学堂做工坊？在我这里，只看你们今后想做什么样的人，不问过去从何处来，只要你们自己愿意站起来。谢将军大恩，谢将军救命之恩！将军，从账房和密室搜出大量金银、借据、卖身契，还有几本暗账，记录着与某些官员士族的往来和一些隐秘交易。很好，这些都是罪证，连根拔起，就从这里开始。那些姑娘的卖身契，当众烧了。是。将军再造之恩，琉璃永世不忘。琉璃愿入女子学堂学习本领，将来也能帮助如我一般的苦命人。你有此心，很好，路还长，好好走。小姐，今日之事已在苏州传遍了，那些士族恐怕更恨您了。恨就恨，我动了他们的钱袋子，又打了他们的练脸，更拿了他们的把柄。他们越恨，说明我做的越对。接下来我们女子学堂和工坊尽快办起来，让今天救出来的姑娘，还有苏州城其他愿意的女子都有条活路，有个盼头。我要让江南的人看看，跟着我许强渊定的规矩走，女子也能顶天立地的活。识字、算账、织造药理，这些日子你们学得很快，但今天我要教你们点儿不一样的。世道对女子不公，光有技艺不够，还需有自保之力。从今日起，每日加练1个时辰防身术，不指望你们镇山时能护住自己和身边人。将军，我们学。
将军，按您给的图样改良之机，加上这些女工手艺精巧，这批苏锦成色极佳，海外商贾已预定一空，利润按约定分成，女工工签务必足额发放，不得克扣，要让他们看到凭自己双手不仅能活，还能活得好。谢将军，谢将军，姐妹们现在腰杆都直了。我家那些佃户的女儿媳妇儿心都活了，工钱给的高，还能学本事，谁还安心在家织布伺候公婆？此乃釜底抽薪之计，他不仅动摇佃族根基，更在收买底层民心。长此以往，我等话语权何在？听说北边那位对他已十分不满，或许我们该做点什么，添把火。将军，京城风声有变，丞相旧党串联御史，谭贝痕纵扰民，败坏风俗，金交商贾。女帝虽暂押，但压力不小。预料之中，江南新政触痛了他们，阮洪阁的账本又让他们睡不着觉。弹劾不过是狗急团强。还有一事，我们的人发现有陌生高手在苏州出没，似乎在探查女子学堂和工坊，行踪诡秘，不似江南本地。加强戒备，看来有人不想让我们安稳办学开封。琉璃姐教的阵法，困住他们！将军，不是江南路子，这飞镖像是北境军中或相关势力所用。北边果然手伸得长，撬开他的嘴，问清楚是谁的人，来干什么？北边果然动手了，他如今树敌遍布南北，我该怎么做？父亲，你究竟参与了多少？将军，那刺客招了，是北京影卫的人，奉命探查女子学堂虚实，并伺机制造混乱，绑架关键女工或学员，破坏新政声誉。指令直接来自北京大将军府。又是裴家，他们手伸得太长了。意料之中，裴老将军视我为眼中钉。我动江南，等于动了他南方的钱粮根基。他这是想给我个警告，或者制造把柄。我们该如何应对？加强戒备，还是……红梅，关于北境军需采购与江南某些士族私下交易的账目副本，挑几份无关紧要但又能让他们肉疼的，送给京城督察院几位清流御史。记住，要看起来像是御史们自己查到的。是，小姐，让他们也尝尝被弹劾的滋味。陈峰，继续审，挖出影卫在江南的联络点和人员名单，顺藤摸瓜全部拔掉，动作要快，要狠。遵命。少将军，大将军密令您设法取得许强渊在江南新政的所有详细方案，尤其是女子学堂的章程、工坊的账目和改良之机图样，必要时可制造意外，令其无法继续推行。回去告诉我父亲，他的命令我无法执行。江南之事非我所长，亦非我愿。若再派人来，休怪我剑下无情。少将军，您这是违抗军令！滚！别让我说第二遍。陛下，督察院几位御史联名弹劾北境大将军裴弘，列举其纵容下属与江南士族勾结，插手地方事务，军需采购账目不清等数款，证据颇为详实。哦，裴老将军一向跋扈，这次倒是被人抓住了尾巴。这证据来得巧，像是有人故意递到御史手里的。陛下明鉴，江南许将军那边新政推行虽有阻力，但女子学堂织造工坊已初见成效，只是北京似乎对此不满，前些日子还闹出了夜探学堂的风波。也好，裴弘手伸得太长，是该敲打敲打了。拟旨，申斥北境大将军裴弘御下不严，责令其严查属下自陈其过。江南新政乃朕钦定战策，着许强渊全力推行，任何人不许阻挠，违者严惩不贷。是，陛下，这是否意味着？意味着朕要借许强渊这把最锋利的刀，既斩江南积弊，也削北境骄兵。平衡之道在于动，让他们斗，朕才能看得更清，做得更稳。京城圣旨已下，明确支持许强渊。北境裴大将军，我们大势已去。未必，许强渊的工坊需要原料，他的学堂需要场地，他的新政需要人手管理。你是说主动靠拢，参与进去，从中分一杯羹，甚至将来或许能反过来影响、掌控？正是。硬抗已无出路，不如顺势而为，以图将来。
将军，近日有几家原本抗拒赏的氏族主动表示愿意提供既优质生丝，价格公道。将军，他们会不会是别有用智学堂？当然有，不过只要他们按我们的规矩来。当然有，不过只要他们按我们的规矩来，我们欢迎。但核心技艺管理权、学员去留必须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人手里。琉璃，你们要尽快成长起来，将来这些工坊学堂需要你们自己去管理和守护。将军放心，我一定拼命学，不让您的心血被外人糟蹋。各位夫人小姐请看，这款流云裳用的是我们工坊自产的苏锦，配色典雅，行动间如云霞流动。这料子确实好，款式也新颖，比我府上绣娘做的强多了。夫人若有兴趣，后面还有定制区，可根据您的喜好和身形专门设计制作。锦绣阁所得利润大半会用于女子学堂的扩建和工坊女工的福利。瞧瞧，许将军手下的姑娘们不仅能读书做工，还能开店挣钱了。我家闺女在学堂学认字，回来还教我算账呢。这世道真是要变了。将军，锦绣阁首日营收抵得上普通绸缎中半月，更重要的是打响了名头，已有外地客商打听想代理我们的货品。将军，姐妹们听说铺子这么受欢迎，都高兴坏了，干活更有劲了。就是我有点怕管不好。怕什么？账目有沈先生帮你把关，铺面安全有红梅安排人手，你只需记住诚信为本，顾客至上，善待每一位伙计和工坊的姐妹。你做得很好。咱们琉璃姑娘如今可是苏州城有名的女掌柜了。恭喜，锦绣阁很成功。多谢。北境暂时不会再有动作。裴少将军深夜在此，有事？我父亲被圣旨申斥，忙于应付，且我截断了几条暗线。你这么做很危险。我知道，但有些事错了就是错了，我不想一错再错。江南的心气上很好，那些女子眼中的光，我在北境从未见过。你的既处境，但路是自己选的，后果也需自己承担。保重。强渊，若有一日，我是说若有一日，北境与江南不再对立，我能否再来找你？到那时再说吧。北境隐卫，不，手法太糙，是收了江南哪家的钱？要杀便杀！杀你，脏我的手。小姐料定他们会对这批最重要的货下手，新政触底，正好借此机会把藏着的蛇鼠一窝端了。是受城中米商巨夫周氏指使，周氏又与某位李姓氏族家主过往甚密。冤枉！是李家主暗示我说烧了工坊的货，断了许将军财路，他自然待不下去，血口喷人。这是你家管事关于你与北境某巨须官私下往要念出来吗？新政推行是为朝廷，为百姓，凡守法经营，顺应时事者，皆可共存共荣。但若有人阳奉阴违，暗中破坏，无论他是谁，本将军定斩不饶。陛下，江南许将军处置周李两家后，顺势推行公祭革新令，成果颇受，民间称赞之声日丰。此外，他暗中整合的商会已掌握江南30%以上的粮布云盐流通。许将军行事虽有章法，但权势膨胀是否过快？他是在告诉朕，他有掀桌子的能力，但依然选择在朕的规矩里办事。周李勾结北境，证据确凿，他办得漂亮，替朕清了蛀虫。公祭革新，利于民生，朕愿见其成。至于威望，召许强渊即日回京述职。好个许强渊，断我财路，伤我臂膀。许强渊此番回京，表面是述职，实则是带着江南的功劳、民心和陛下的默许入京。若任他先开口，江南那摊旧账迟早会烧到北境来。属下以为大将军不能再坐镇北境等消息了，回京亲自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。听闻你在江南与他颇有旧情，甚至几次违抗父命。父亲，孩儿只是认为朝廷新政既已推行，北境当以方防为重，而非纠缠江南内务。许将军行事虽烈，却于国有利。好一个于国有利！你既这么看重他，那此次回京，你便跟本将军一道去。本将军倒要你亲眼看看他是如何得意，如何张狂，也让你亲眼看看这朝堂到底是谁说了算。许将军，多谢您平了娘家，活命之恩啊！将军，我妹子在您学堂学医，如今能给村里人看小病了。小姐，
这比得胜还朝那会儿滋味更不同。民心所向才是真正的根基，但此番回京，北境那位估计坐不住了，也想在京中做点什么。江南的折子朕看烦了，你们今日都在，正好当着朕的面把话说开。陛下，臣只有一句话：许强渊在江南所行，不是治乱，是乱治。他以女子学堂坏纲常，以工坊商路聚民心，以兵费压士卒。江南上下如今只知许大将军，他仗着陛下纵容，借新政养士，任女子抛头露面，逾矩越礼。今日他敢在江南翻天，明日便敢在朝堂伸手。江南从前什么样，陛下知道，大将军也知道。士卒盘剥，商路烂透，百姓无米，女子无路。臣去之前那是烂摊子，臣去之后税粮回来了，工坊立住了，学堂开起来了，夜袭学堂的死士也抓出来了。臣若有罪，罪在把那口烂锅重新烧热了。放肆！你一个女子，手握兵权，本就荒唐。如今又借江南巨士，借新政扬名，真当满朝上下都是瞎子不成？臣借江南巨士，那大将军倒给臣解释解释，北境隐卫为何会出现在江南？许强渊，你血口喷人！是臣喷人，还是大将军做贼心虚？本将军镇守北境多年，护的是曲国疆土。你在江南搞那些女子掌权、女子经商、女子持兵的妖风邪气，坏的是国本。国本？让女子跪着、饿着、烂在后宅里是国本；让学堂被烧、锅坊被毁、百姓被盘剥是国本。裴红，你口口声声护国，护的到底是曲国，还是你那套男人当家、女子闭嘴的旧规矩？许强渊，裴红，御前。你不服江南新政，不服女子立誓，也不服臣在江南做成的一切。既如此，就别在陛下面前讲什么大道理。你不认，那就战吧。好一个，那就战吧。许强渊，你真以为赢了挤了几个江南废物，就有资格同本将军较阵？臣有没有资格，大将军试试便知。够了，今日是御书房，不是战场。谁若敢把兵哥带进京城，朕第一个不饶。臣告退。他不会认，臣知道。他若真反呢，那臣就替陛下平了他。好，回去备着。他若敢动，你就给朕狠狠干赢。臣遵旨。父亲，陛下话已说到这个位上，您若此刻再动，就是逼陛下先动您。逼他先动我？文轩，你到今日还没看明白，不是我要反，是他许强渊已经逼得我家无路可退。父亲，回头还来得及，儿臣陪您入宫请罪。闭嘴！传话下去，召北营旧部、城外亲卫，明日校验。父亲，你若还认自己是裴家的人，明日就滚到阵前来。小姐，裴红方才出宫时脸色极难看，裴文轩追了出去。追得住吗？追不住。明日。那咱们让人把旧队叫齐，把甲胄、兵器、战马都备好，明日送他上路。昨日御前，裴红不服，不服江南新政，不服女子掌兵。今日狠狠干碎他！愿随将军，愿随将军。
开府门。今日是让满朝看看女人可以长家，可以卖料，可以逞一时口舌，但兵不是他们能碰的。父亲，您今日若真只是争一口气，那这口气会把北境都赔进去。你到现在还在替他说话。儿子不是替他说话，今日这一战，就算您赢了，也赢不回救天。赢不赢，打完才知道。许强渊，本将军给你1夜时间，你若聪明，就该自己滚回后宅。裴红，你活到今日，怎么还没明白？你以为赢了几个江南废物，便能与本将军较阵？江南我赢了，今日我连你一起赢。哼，那本将军今日就让你知道，天为什么不是给女人翻的。裴红，今日我就让你看看，救天为什么该塌了。战！给我压住！左翼不退，右翼斜插中腹。来得好！许强渊，也就会这些旁门左道。打赢你的就是正道。裴红已败，降者不杀！拦住他们！裴文轩，来人，叫军医，快！别叫了，闭嘴！你给我撑住！你还是这样。我这一生总是在错，若有来生，我想早一点学会怎么爱你。小姐，裴文轩，两清，传令下去，收拢降兵，清点死伤，裴红旧部按逆军论处。是。小姐，打赢了，我知道。那你怎么看着不像高兴？裴红死了，是。北营旧部也散了，是。你替我收了江南，又替我平了裴红，如今满朝上下再没人敢明着和你作对。许强渊，你还要继续往前吗？前半生争是因为不争就得死，如今臣活下来了，也赢够了，再往上走不是臣想要的。你这人从来都不像臣子。小姐，真就这么把兵权交了？那兵权本就不是我要的。咱们现在去哪儿？回江南。继续。小姐，你看，他们现在真的不一样了。
小姐，这一季的货已发出去70%，新来的姑娘里有3个能接账房了，2个能独自盯工。这笔账明日再核，来年还能再收几个学徒。这批货要先发南边。世间许多路，走到最后，不是为了抵达哪里，只是为了不再失去自己。人年轻的时候，总以为这一生要赢，要赢过轻慢，赢过欺辱，赢过那些伸到眼前来的刀，也赢过命。后来才知道，所谓赢，不过是在那些不得不争的时候，替自己留下一个不肯低头的样子。再后来，我才明白，人并不是一定要站得最高，才算没有辜负此生，能从命里那些最深的风雪里走出来，不改心，不失路，也不再把自己交给谁。这就很好。从前总觉得，人活着是要去争一个结果，如今才知道，结果未必握得住。可人总该替自己守住一点东西，守住心里的那口气，守住不肯跪下的骨头，守住哪怕走到最后，也不愿再失去的自己。